第163章炼药师公会。走进炼药师公会，一股淡淡的药香味迎面扑来，让得人有些心旷神怡。大厅内部人员并不多，只有这寥寥数人在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一些人抬起头，目光瞟了一眼斜附着几乎要拖到地面的巨大黑齿的少年，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后，便是再次埋头各做各的事。他们并不认为谁会有胆子在炼药师公会来捣乱。站在略微有些冷清的大厅内，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刚欲找个人询问一下取得炼药师等级徽章的程序，一名身着淡青色衣裙的女子却是急忙地从一处后台中走出，然后对着萧炎快步行来。这位先生，看你面生的模样，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黑岩城的炼药师公会吧？微笑着来到萧炎面前，青衣女子美眸扫视了一圈之后，含笑问道：目光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青衣女子，明眸皓齿的模样倒也颇惹人喜爱。萧炎笑道：的确是第一次来，我来是想领一枚炼药师等级徽章。哦，您也是一名炼药师？闻言，青衣女子明显怔了怔，美眸在萧炎身上扫了扫，愕然的道：能告诉我有什么程序吗？并没有在意女子眼中的那抹惊诧，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您请这边。见到萧炎点头确认，青衣女子微微一惊，俏脸上明显多出了几分恭敬，退后几步来到柜台前，对着萧炎微笑道。从柜台中拿出一张泛黄的古朴羊皮纸，青衣女子素手颇为优雅地握着笔，抬头冲着萧炎盈盈笑道：先生，请说出您的名字、年龄、导师的名字，雅涵需要替你登记。萧炎，年龄19，导师药老。萧炎略微沉吟，方才笑道：先生可真是年少有为。听着萧炎的年龄，雅涵心中不由轻轻惊叹了一声，微笑着小小拍了一声马屁，柳眉忽然一皱，顿下手中的笔，思索片刻后有些尴尬的道：先生，您的导师的名字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炼药师公会的记录之列。他老人家喜欢隐居，所以未曾记录过。怎么，必须需要他记录了才能领？这样的话，我看那还是算了吧。眉头皱了皱，萧炎摇了摇头，然后转身欲走。他没想到这东西竟然如此麻烦。先生，请等等。见到萧炎要走，雅涵急忙道：虽然没有您导师的记录，不过只要您能通过考核，一样可以领到等级徽章。闻言，萧炎这才顿下脚步，心中轻松了一口气，转身笑望着雅涵，快手快脚地收好桌上的东西。雅涵将登记表拿在手中，然后对着萧炎引手道：先生，请跟我来吧。如果您能通过等级考核，那么便能顺利领到等级徽章。先生是考核1品炼药师吧？先手翻看着资料，雅涵随口微笑着问道：不是，2品。萧炎摇了摇头，轻笑道。走动的脚步骤然一顿，突然停下来的身子差点让那萧炎撞了上去，不过好在刹车及时，当下疑惑地望向前面身姿窈窕的雅涵。您说您要考核2品炼药师？偏过头来，雅涵微张着红润的小嘴，惊愕地盯着萧炎，19岁的年龄就想考核2品炼药师，这在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之中可还是首例啊。有什么问题吗？微微点了点头，萧炎淡淡的道：没有。回过神来，雅涵急忙摇了摇头，看向萧炎的目光中恭敬越加浓郁了一些，轻声道：萧炎先生，叫我萧炎就好吧。摇了摇头，萧炎打断的笑道：呵呵，好。雅涵好歹也是在炼药师公会待了一段时间，平日见的大人物也并不少，所以听得萧炎这般说，他也是省去了那些绕口的称呼，笑盈盈的道：你以前并没有领过职业徽章吧？既然这样，那你得先从1品炼药师开始考核，如果成功晋级的话，那才能继续考核2品炼药师。雅涵微笑着将考核的程序与萧炎说了出来。那便一个个的来吧。闻言，萧炎一怔，旋即无奈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雅涵行走的速度缓缓地慢了下来，片刻后在一处大门前停了下来，在大门之外，4名身形剽悍的大汉正全副武装地守在此处。
目光在4名大汉胸口上扫过，萧炎心头微感凛然。他发现这4人竟然都是9星斗者，而且看其中一人那平稳而悠长的气息，显然早已经停留在此级别有很长的时间了。观其眼中偶尔掠过的金光，进入斗师级别似乎指日可待。特亚大叔，里面的考核开始了吗？雅涵将手中萧炎的资料递给那名实力最强的大汉，笑盈盈地问道。哼，还没有，不过快了。你又带了新人进来吗？看起来似乎挺不错呀。那名被称为特亚的大汉目光在萧炎身上扫视了一转，心头升起一股惊异，以他的实力竟然看不出面前少年的底来。好了，进去吧。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登记表上面的资料以及印章，特亚这才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臂章，臂章上面会有一个大大的5字，这是你的考号，别弄丢了。接过臂章，萧炎将之套在手臂上，对着特亚感谢地笑了笑。萧炎，下面便只能你自己进去了。按照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进入里面的。见到手续已经齐全，雅涵轻笑道：多谢了。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对着几人拱了拱手，这才机身闪进大门之后。进入门后，亮堂的灯光将宽敞的大厅内照得犹如白昼。此时的大厅内正簇拥着不少的人群，窃窃私语的笑声在大厅内偶尔响起。萧炎的目光在这些人胸口处扫过，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竟然大多都是真正的炼药师。在人群中，萧炎居然还发现了2名4品炼药师，其中一名正好是先前萧炎所看见的那位被称为奥托的大师，而另外一位同样是一名老者。听周围人的称呼，萧炎方才知道这老人便是黑岩城炼药师公会的会长佛克兰。在大厅的中央位置被精心地设置了10几个彼此分割开的石台，在石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炼药器械。此时在这些石台内正有些迫不及待地站立着7位年轻人，而那名叫做林飞的女子也正好在其中。佛克兰，雪妹呢？怎么还不见出来？考核时间快到了。奥托目光扫了扫桌面上的沙漏，偏过头对着身旁正与旁人笑谈的弗兰克道：别急，别急，这可是雪妹第一次考核，她自然是要准备齐全。摆了摆手，弗兰克望着等待的有些不耐的奥托，苍老的脸庞上露出一抹笑意。闻言，奥托撇了撇嘴，哼哼道：还有10分钟，再不出来，就算你是会长，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延长考核等待时间。笑了笑，弗兰克转过头，视线在大厅内扫过，最后微微一顿，望着那不知道何时进来的少年，目光扫过他手臂上的臂章，不由有些诧异的道：小家伙，你也是来考核炼药师的？生平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同行，萧炎心中正有些兴奋，听得那弗兰克询问，微微一怔，旋即点了点头。瞧得萧炎点头，弗兰克老眼中更是多了一分惊异，笑道：小家伙的年龄19，搞不清楚这位明显看起来地位不低的老者想干什么。萧炎只得如实的道：哦。听得萧炎的回答，不仅弗兰克惊疑了一声，就连那奥托也是将目光转移了过来。当他望着萧炎之后，不由得一愣，旋即含笑道：先前我就说这小家伙似乎有点不平常，原来你也是一名炼药师，不过为什么我先前竟然没有感应？按道理，实力在我之下的人很难在我面前掩饰身份啊。听得奥托这话，萧炎也只得满脸茫然的摇头，故作不知。有药老的守护，以老者那4品炼药师的实力，又怎可能发现萧炎的真实底线？不过好在奥托并没有追根究底，见到萧炎茫然的模样，便是停止了询问。19，老托啊，这小家伙的年龄可是比我们2人的弟子都要小上一段距离啊。弗兰克啧赞道：还是待会等这小家伙顺利通过再赞叹吧。虽然话有点损人，不过前2年林飞19岁时不也来考核过吗？摇了摇头，奥托笑道：虽然他并没有看不起萧炎的意思，不过19岁便想考取炼药师徽章，这在黑岩城的炼药师公会中似乎从未有过。你那丫头那时候纯粹是来捣乱的好吧？那时候的他可差点把药炉给炸了。弗兰克摇了摇头，
笑骂道：“虽然先前他嘴上是如此说，不过他也清楚，19岁便想考核炼药师难。毕竟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除开先天灵魂属性之外，还必须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并且在成为斗者之后，你想要成为一名炼药师，那就至少还需要在导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初步的将炼药术学会，而这个学习阶段至少需要1年时间。总的说来，19岁想要成为一名一品炼药师，那么他就必须是在18岁甚至17岁之前成为一名斗者。可这种有些恐怖的修炼天赋，算起来可是比炼药师的独特灵魂属性还要更少见。所以即使弗兰克与奥托见多识广，也难以认为面前的少年能够成功的通过考核。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年私下给雪妹开小灶考核，她不也一样把药鼎给炸了吗？瞧着面前互相揭老底的两人，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刚欲开口询问，一道略微蕴含着许些冰冷的淡淡声音忽然的在身后响起：“老师，抱歉，我来迟了。”突如其来的冰冷娇声，犹如那雪山上雪岩互相敲击的清脆空灵声响，颇为的动听。至少在这声音响起之后，萧炎发现大厅内的青年至少有一大半将略微有些炽热的目光投向了他身后。抿了抿嘴，萧炎也是有些好奇的缓缓偏过头，望着那从大门处优雅行进的银袍女子，眉间微挑，目光中隐晦的掠过一抹惊艳。